目前为止呢，我们讲了几个演算法，一个是 Viterbi 的演算法，一个是 Forward 的演算法，还有 Forward Backward 的演算法当中，是从这个 Forward 跟 Backward 合并在一起得到的计算。它分别可以算得的东西是，求一个the most probable 的 state sequence， 就整个 state sequence 好都能够一次给我们，这是 Viterbi 的演算法。那 Forward Backward 演算法呢，它是告诉我们说，我要求当中某一个时间点，好，它的这个最可能的这个 state 的 information 是如何，好，也就是这个 posterior probability， 好，这个是 forward backward 的演算法，好，那其实还有最后，好，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假设的都是说，我知道了这个 observed sequence， 我又知道的模型，我可以算到这个 state sequence， 哈，那真正的是其实我并不知道模型。那怎么来做呢？哈，那我们就用最后要讲的这个邦威尔区的这个演算法，那怎么样找到hidden mark model 的模型？哈，那一般我们说要找一个 hidden mark model 的模型呢，可以简单的区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要怎么样决定这个模型的这个 structure， 就是我们的模型的结构，哈。那一般比较简单的情形呢，我们会假设说，这个 hidden state 它是形成一个 first order 的这个Markov chain， 好，那这就是说我们决定了它的这个的 structure， 哈。那当然呢，比较复杂的可能我们是 second order 的 Markov chain， 或者说 third order Markov chain etc， 哈。那当然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复杂，哈。那决定这个 structure 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那么的 trivial， 哈。我们这时候要透过一些对这个问题的实际问题的了解，好，来帮助我们做一个最好的选择，哈。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比较复杂的，哈。如果决定了 structure 之后呢，哈，我们就可以focus 在这个model 的 parameter， 也就是所谓的 transition matrix 跟 emission matrix 这些寻找。那这两部分合并在一起，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这个 hidden mark model。那一般来说呢，所谓的找 hidden mark model， 也就是说model parameter， 哈，我们这个 model parameter 假设我们用 theta 来代表，哈，那一般我们 given 一个 observed sequence， 我们要来看说到底什么样的 parameter 最可能产生 observed sequence， 哈，那这就是我所要的，哈，model parameter。那其实一般来说，哈，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 hidden state， 那计算这个所谓产出这些 observed sequence 或产生 observed sequence with the known state information， 其实这个计算是相当容易的，哈，就是我们可以算它的 likelihood， 哈。那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 hidden state， 其实它的计算就会相对的比较复杂，哈。那我们就是要借助邦威尔区的演算法来协助我们，好。那我们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情形来出发，好，就假设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的 state information， 这时候我们要来找这个模型是什么，其实相对的是很容易的，哈。那我们可以很直觉的来看，哈，就是说今天如果要求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哈 ，Aij， 好，就是说从 state i 走到 state j transition probability 是如何呢？那其实很简单，哈，我们就看所有的我们看到的这些 A information， 它从 i 会走到 j 的次数有多少，然后呢 i 走到其他的各式各样的 j prime 的这个 state 的次数有多少，哈，那然后算它的 ratio。那这个就可以用来当成是我们 Aij 的这个几率，哈。那这样子的计算呢，其实是符合 maximum likelihood principle 的，哈。emission probability 它的计算方式也是很类似，哈。那我们来看看说，在 state J 产出来 symbol 是 B， 跟这 state 在 J 产出来的 symbol 是各式各样的 B prime， 好，那来计算它的这个 ratio， 这就是我们的 emission probability， 哈。那这个结果也是一样，是相当符合直觉的。那这个结果也是可以用这个 maximum likelihood principle 来解释啊。如果我们给了一个 observed sequence， 哈，我们又知道模型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用 Viterbi 的演算法，或者是用 forward backward 的演算法来得到这个 hidden state， 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刚刚学到说，如果知道了observed sequence， 也知道了 hidden state， 可以得到 model 的 parameter， 哈。那这两件事情合并在一起会是什么呢？合并在一起就是我们的邦威尔区演算法。我们
开始讲这个 bound wedge 的这个演算法哈。那 bound wedge 演算法它是一个相当 powerful 的演算法哈。那它可以让我们说，给一个 observed sequence 哈。那只要知道这个 observed sequence， 我可以同时知道 hidden state 的 information， 然后也知道 model parameters 哈。意思就是说我给了一个事情，我可以同时知道2个未知的事情哈。那怎么样来做呢？其实直觉上也还蛮可以合乎我们的想象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我们若给了 observed sequence， 然后又给了模型的话，我们可以用 Viterbi 或者用 forward-backward 的演算法来求得 hidden state information 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后来又讲了说，如果给了 observed sequence， 又给了 hidden state 的话，那我就可以从当中用 mathematical principle 好来得到这个 model parameters 哈。那把这2个想法结合起来，其实约略就等于这个 bound wedge 在做的事情。只不过呢，bound wedge 哈，它一开始就从一个 random 的 initialize 的数值出发。譬如说，我们想说，好，我们先 random 的给这个hidden state 的 information 哈。那根据给的 hidden state information 呢，我就可以得到 model parameter 哈。那给了 model parameter， 当然知道说这个 model parameter 是来自于随便乱猜的这个 hidden state， 所以它当然相当的不准哈。但是呢，根据不太准的这个 model parameter 跟一直都拥有的这个 observed sequence 哈，我就可以算出来下一个时间点的 hidden state 的 information。这时候呢，这个下一个时间点的这个 hidden state information 就会比刚刚我乱猜的这个 hidden state information会来得更加的接近实际的理想值哈。那最后我们依照这样子的方式做几步，就是说给 observed sequence 哈，跟乱猜的 hidden state 得到 model parameter， 再从 observed sequence 加上 model parameter 再算一次，更新一次这个hidden state information， 然后呢再从 observed sequence 再加上 hidden state 再算出来下一次的这个 model parameter。那这样子 alternately 的做的几次之后呢，我们会依照理论，我们可以收敛到一个值。那在实物上呢，这个值会还蛮接近我最后的答案。意思就是说，最后得到的这个 hidden state information 跟最后得到的这个 model parameter， 好，可能是蛮符合我们实际的结果哈。那当中我们要做的这个计算，其实有一个关键哈，这 bound wedge 当中最关键的是说呢，哈，我们当然是可以说，用 Viterbi 或 forward-backward 来算这 hidden state information， 那也可以用 mathematical principle 来算这 model parameter 哈。但是当中有一个部分，我们来计算这个就是所谓的 count 哈，就是说，从 state i 走到 state j 这样的次数有多少呢？哈，因为我们其实不是真正的知道说观察到这些 state i 或 state j 这样的情形，我们观察到的是只是有可能从 state i 走到 state j 的几率哈。那这个几率我们把它全部汇整起来，好，把它叫做是 i 走到 j 的这个 count。所以白话一点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把一连串各式各样的 i 走到 j 的这个几率的可能性，全部把它加总起来，变成 capital Aij 哈。那实际的计算就是这样子。这边有一个关键的计算，就是说，好，我们来算从在 t 这个时间点哈，它如果是在 i 这个 state， 然后 t 加1这个时间点在 j 这个 state 啊，它的这个 transition 的几率有多大哈？那计算的方式。其实相当接近之前讲这个 forward-backward 的演算法，只不过呢，它当中是从 t 到 t 加1这2个时间的点的 state transition 哈，我们要一起来看好，那就是这边的计算。那如果知道这个计算以后呢，哈，我们再去看看说给一整个 sequence 哈，譬如说从 t 等于1到 t 等于 capital T 好，从第1秒到最后1秒哈，那把所有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从 i 走到 j 这个几率全部把它加总起来哈，这就是右边的 summation 哈。那右边的 summation 再加上说我们有可能是observed sequence 有可能有好多条，那我在每一条好算出来它的几率来做 normalization， 再加总一次，那最后就是我的 capital Aij 好。那 emission 的这个部分也是类似的做法好。
那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 bound wedge 演算法，好，那我们再回到说我们耍老千赌场这个例子哈，我们可以看看说到底它的效果如何呢哈？那左边的上面呢，就是左上方就是我们真正的答案哈。那真正这个答案，我们可不可以透过一连串的这个 observe sequence， 然后用 bound wedge 帮助我们得到最后的结果呢？哈，那我们可以看看说，我今天 observe sequence 如果只有300骰子的投掷哈，那我用这个300次的这个长度的 observe sequence， 用我的 bound wedge 来做 training 的结果是长这样子哈，就是说它跟实际状况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差距。那我如果今天再用更长的 sequence， 比如说3万次这样子的骰子的投掷，发觉我再用 bound wedge 的结果来做计算，发觉结果好像某种程度上还蛮接近实际的答案。好，这边就是说我们随便看到从 fair 的 dice 到 loaded dice， 它本来实际状况应该是 0.05， 那我们算出来结果是0.07， 好，所以略的来说可以接受哈。那另外从 loaded 的走到 fair 的本来是 0.1， 算出来是 0.12 哈，所以说相对来说还蛮可以接受的哈。所以说这边可以看出来 bound wedge 它有一个实际的效果在。好，我们如果有了这个 bound wedge 的演算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透过这个 observe sequence 同时知道 hidden state 跟model parameter。不过要知道的是说，收敛的过程，好，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证明说这个 bound wedge 它一定会收敛，但是收敛的结果呢，它其实不见得尽如人意哈。譬如说，我们简单的用以下的图表来看哈，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哈，我们假设用这个图来说明哈。横轴是说我们各式各样的 model parameters 哈，那纵轴是我的 likelihood。好，我其实可以发觉说哈，这横轴各式各样的 model parameter 产出来 likelihood， 它可能是高高低低的哈，就像这样子高高低低的。我从某一个地方开始出发哈，那我可以用这个 bound wedge 持续的往上面走哈，走到一个点，它可能如果说我运气好是在左方山头的附近，好，开始走，它就会走到最高点。可是我如果说运气不好，在右方的2个山头往上走的话，它会走到区域的最高点，但是呢，却不是整体的最高点。好，意思就是说，这个 bound wedge 它可以保证会收敛，但收敛结果有可能是 global maximum， 也可能是 local maximum。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可以一般来说，实务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这些 random seed 来开始试试看它的效果如何，然后决定一个最好的答案。谢谢各位。